我相信90后一定都看过四驱兄弟吧，不知道你们最喜欢的车是哪一辆？反正呢，在四驱兄弟的反派中，我最感兴趣的呢，其实就是巨无霸了。倒不是因为它的操纵者体型和我比较类似啊，主要还是因为巨无霸的造型非常的独特，而且它的攻击方式呢也相当的狂野。同时呢，巨无霸也采用了当时四驱兄弟里面比较少见的这种前置马达的设计。那正好呢，我最近是买了一辆田宫新出的这个巨无霸，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拼装看看吧。我这次买的巨无霸呢是新版本，它和老版本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底盘，但车壳部分的构造呢二者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先来拼车壳啊。那众所周知，四驱车的车壳呢是基本不存在什么分色可言的，所有的颜色包括上面的一些花纹呢都需要后期通过自己动手贴贴纸的方式来进行实现。所以说整个车壳的拼装流程啊是非常消耗你的时间精力的，而且也很考验你的耐心和动手能力。如果你把贴纸贴歪的话，整辆车的颜值呢将会大打折扣。那么简单的组装包括贴纸美化之后呢，我们的车壳部分就算是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组装这辆车的底盘。前面也说过了，这是一款新的底盘，跟老的那个巨无霸底盘不一样。官方呢叫做 FMA 底盘，那具体这个底盘有什么革新的设计呢？我不是很懂四驱车，就不在这里班门弄斧了。不过呢，我在组装的过程中，我发现它的传动轴上面呢是有一个卡位的，这样的设计呢，估计是可以有效的防止在转动的过程中这个传动轴弹出吧。那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在齿轮方面呢，我们同时也要加一些润滑油来进行润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导电片还有这辆车的开关给它安装到位。在组装轮胎的时候呢，这个部分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以前装的那些老的四驱车啊，它的轴承啊上面都要给你再加一个金属套，但这次呢好像是直接给你放一个塑料的轴承上去就可以了。反正整体的效果呢也是挺不错的。装这个轮胎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前轮毂和后轮毂的这个轴距它们是不一样的，别装错了哈。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开关上面的盖板直接给它卡到位。好的，终于是到了重中之重的发动机环节了，也就是这辆车的马达。其实买这个车呢，它会送一个原装的马达，不过我之前呢还买过一个田宫的蓝银的这种马达，所以说这次呢我正好就给它用上吧。那么简单的把导电片呢给它组装上去之后，这个马达的组件呢就算是完成了，把它放到这个车辆的该有的部位里面，同时呢再把下面的这个盖板给它扣上。当然这个时候马达的传动组件呢还没有全部装完，实际上呢我们还是需要再给它装上一个蓝颜色的传动齿轮，记得这个地方也要上点润滑油啊。那么装上去之后呢，再把一些外壳部分的组件给它卡上去，那么马达部分呢就算是全部装完成了。然后呢，我们要给这个龙头下面装上红颜色的这个小片片，是需要通过螺丝钉来进行固定的。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以后续往上面贴一些刹车片，这样它在起跳的时候就不至于飞太高冲出跑道了，是吧？然后呢，后面呢也要再给它装上这个凤尾。那比较有意思呢，就是在凤尾上面的这两个导轮，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宽的，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是为了让车辆行驶过程中更稳定吗？这个不太懂啊，有大神知道的话，可以在弹幕里面给我科普一下。那么龙头部分的导轮也全部安装完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电池给它装上了。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电池盖的设计也很有意思，它里面是有一个卡位的，给它啪的卡到上面就可以完成了。这个设计呢，在你拆装的时候呢，都还算是比较便捷，而且也是非常牢固的。OK， 那么到这里呢，我们最后一步就是把车壳给它安装到这个底盘之上，同时呢，在车壳和车身的后半部分呢，也有一个结合的锁扣，啪一滑就 OK 完成了。那么车辆组装完成之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对，就是打开开关，听一下马达的音效。哇，这个音效可以说真的是太熟悉了，有没有？小时候一听到这个声音啊，就感觉哇，热血沸腾啊！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巨无霸的外观啊，因为底盘是新的，所以说整体的还原度呢肯定是没有动画中来的那么高的。但毕竟呢车壳跟动画中长得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这辆车拿在手里面呢还算是比较怀念的吧。当时巨无霸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武器，就是前面的这个巨无霸大钢牙。在四驱车上面呢，也可以一定程度还原吧，就是它前半部分是可以开启的，但是你不要指望这里面真的会弹出大钢牙啊，这是小孩玩的四驱车，又不是大杀器，对不对？动画里面都是骗人的。很可惜的是，我家里没有跑道，所以这辆车呢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不过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好像
南京这里是有一家专门卖四驱车的地方的，所以说我打算把这辆车带过去，让它在跑道上驰骋一下。那么话不多说 ，Let's go！ 哇，这边车好多啊！我买几辆吧，要不然不好意思借你们家跑道用。啊，有个极速眼镜蛇是吧？这个是新的哈。对，新的这个还有极速。极速斧头跟极速眼镜蛇底盘不一样是吧？对，这个是 MS 底盘，这个 S2 底盘。S2 底盘，那我拿个极速眼镜蛇好了。新的皇帝号，那冲刺流星新的有吗？冲刺流星就那个什么冲刺什么荣耀流星啊？啊，是这个是吧？啊，对 ，Shooting Proud Star， 对，就这个。这是老的舞蹈天使还是新的？新底盘的舞蹈天使。新底盘的舞蹈天使。对 S2 底盘的。啊，但是壳子还是老的是吧？有没有那个新的四驱兄弟里面的车？这是八代列是吧？这个不是很喜欢。哎，这个挺好看的。这是什么？这是阿凡达。这3辆是我刚买的，因为我不好意思白嫖人家跑道嘛，所以就买点东西。然后现在让我的巨无霸来在这个跑道上跑跑看。好，那么现在冲吧！哎，怎么是倒着跑的？我好像是不是把马达装反了，所以它倒着跑。然后我问了一下这边的小哥哥，他说可能是我把电池装反了。我还以为电池装反了，这个它就不会跑呢，原来电池装反会倒着跑。谢谢。好，那我们重新来一次，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冲啊，巨无霸！哇，你看我的巨无霸跑得多快！哇，这冲啊！我现在找老板，让他找一辆非常厉害的四驱车，跟我这个来对比，看看我们谁的速度快。来，开始！哇，好快！哇，怎么这么快？天哪！好的，那么到这里呢，这期视频就接近尾声了。其实这次组装这辆巨无霸，包括把它放到跑道上去跑呢，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体验啊！真的，小时候玩四驱车那种快乐呢，我现在又给它找回来了，确实是很有趣。之后呢，也会打算尝试去买更多四驱车进行改造啊什么的。有机会的话呢，也会和你们多做视频来分享。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了，记得关注和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也请多参与点赞支持一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除了扫描二维码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最下方一栏公众号里呢，输入涛哥测评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了。另外，别忘了置顶我的公众号，这样子呢，我每天推送的最新玩具资讯你就不会错过了。玩具资讯哪里找？尽在涛哥公众号，赶快关注起来吧。